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Olay 美白实力派，职场发光就现在，7天亮14天白。本节目由 Olay 玉兰油赞助 ，AI PC 触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妆无斑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芳气点指定赞助播出。蓝河超多乳铁蛋白成长 offer 马上就来。本节目由蓝河绵羊奶粉赞助播出。耶！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6季，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AI PC 触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皮肤健康30年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天猫双11正在火热进行中，好品牌、好价格尽在天猫双11。本节目由天猫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陈明。首先让我们欢迎加油团的成员，欢迎佘诗曼、钟汉良、纯叶。哇，太闪亮了吧，纯叶今天是钻石项链。让我们欢迎大老师，谢谢各位啊！欢迎何丽，欢迎柳岩老师。然后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陈可儿。上一期可儿在遗产纠纷案当中获得胜利，成功成为第一个突破100 KPI 的朋友，我们的实习生。同时，他也解锁了我们的神秘大礼。这一期压力来到了洛鑫的身上。如果洛鑫在跨境金融案当中同样胜出，那么他的 KPI 也突破100。这样的话，会由3位大律师共同商议出特别奖励机制，第一个 offer 给到谁？上一期我们加油团已经给出了我们的决定，我们完全不知道洛鑫表现怎么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坚定地把这个章盖到了可儿的身上。今天到底我们的第5个自在值能不能成功点亮？关键就在洛鑫的身上。洛鑫表现怎么样？来，我们一起来看。汇报日啊，我们要不稍微延后一点，我们3点半吧。行，我们这做完就算。不行，3点半要做完的，前车之鉴还是要留一点时间。我们就尽快做完，反正。对。我们就做好我们第一个汇报的准备。好。就是出差回来了是吧？对，见完了那个投资人。Hello。哇，你们2个今天穿的好搭配呀！怎么样？我听说你们还不错哎。还行，不难，我们的课题。你去拿那个饼干吃，超好吃，黑松露味的。好哦，黑松露。你写完之后可以把你的那个管辖权抽出来吗？就民事和刑事那个。对，因为我现在把管辖权放在了第一个部分。好。洛鑫这次好像有一点紧张或紧绷的一个感觉，就第一回那谁有点猛，他觉得啊这回不能轻敌了。罗老师，我一会儿把那个内地法的先发给你，你先看一下。好。我把这个文件给你，因为你4、5应该比较少，你直接粘到我这个板上，好不好？然后，没问题。然后你再发给我，接着写2就好。好，没问题。你把3先发过来，我先开始弄3。好。那就是我们的文翰已经给到洛鑫压力。对，文翰在施压了。对。小黄人儿。我一直想说不敢说，你就把它说出来，太惊吓了。地球上小黄人界的第一律师，约翰了。对。等会儿，
一会儿我们应该大约5点见那个委托公司的代表。好，你们需要大约4点45分将你们的那个法律意见书电邮给我们3位大律师还有刘律啊，这个是刘律的电邮。谢谢。OK。这个是他的电邮。加油。我想哭。那我觉得4点整个是肯定来不及了，要3点半开始整。他们俩也是一对老搭档了啊。洛星跟启乔。对。要做汇报。我先发出去那个法律意见书。OK。你发出去吧，罗老师。发出去了。OK， 我 PPT 现在先做了一稿，发你看一下。好。我感觉你 PPT 做的太好看了。太好看了。对，太牛了。配不上你气质。文翰终于到了他的 part。喂 ，Hello， 楊律師。OK， 好，得，我好快出嚟。OK， 好，拜拜。哎，这个声音好像小黄人哦。我在想，我沈大律师听到会作何感想？我现在大脑里小黄人已经是说香港普通话的了。你好，我们应该是去这个会议室。我去帮他倒2杯水。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法律意见书，我们可以先参考。好，谢谢。普律每期都这么帅的。Hello，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法律意见书。谢谢。你们好，要杯水吗？谢谢。谢谢。OK，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会议我先简单介绍我们在线上有刘律。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哇，这个状态，进入工作模式就不一样。他们2位是我们的大律师行的学生。您好，我是这边的一个实习生，然后我叫洛星。大家好，我是张启乔，也是这边的学生。然后杨律也介绍一下我是杨世文律师，是香港的事务律师，然后这个是委托人。嗨，大家好，我是 Celeste， 今天比较忙，所以就我过来。那你们可以开始了。那我们接下来进行这个法律的分析，大家可以在我们讲的过程中参阅这个法律意见书。首先，在讲之前，我们可以就是请大家先看到第20页关于这个可采取的措施。其实公司还是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包括法律和非法律的措施，去维护这个自己的权益的。然后我们也针对公司之后进一步去预防这种侵权提出了一些建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针对这个法律问题来一步一步分析。首先是关于这个管辖权的问题，我们分为了2个部分。因为贵公司是在香港成立的，但是假冒公司它的 IP 所在地其实是在内地，包括我们有一些受害人也是位于内地，所以我们需要就这个内地法院和香港法院的管辖权进行一个分析。
好的，然后我们先来看内地法律的这个争议。其实内地部分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刑事和民事双重的结构。我们既可以考虑就是刑事报案，也可以考虑在民事方面去提起诉讼。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刑事方面它的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因为它其实涉及的罪名有很多。首先是关于它的这个诈骗罪，这个假冒公司还有它的相关人员在宣传里面是明确冒用了贵公司的这个相关信息，包括了贵公司在香港注册的这个商标名称，然后以及唯一控股人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甚至包括贵公司在香港的一些注册证书。所以通过这个的话，他们是让投资人误认为他们跟委托人有一个母子公司的关系，然后他们就骗取了相关的财物。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是完全符合诈骗罪的一个构成要件的。但是内地的刑法其实针对诈骗有一些具体的细分，其中有一种是叫做集资诈骗罪。那刑法第192条其实是规定了，就是如果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这种诈骗方法去非法集资的话，如果他数额较大，也是可以通过这个集资诈骗罪进行一个处罚。这里面很明显就是假冒公司，它其实是把这个资金给抽逃了，或者是转移了，去逃避归还这个资金的一个行为。所以根据这个的话，他们是符合集资诈骗罪的一个规定的。那因为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它是一个特殊法和一般法的关系，所以在适用这个集资诈骗罪的时候呢，我们刑法上面会优先考虑定这个罪。洛鑫这组提出来了集资诈骗，也分析了什么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抓重点抓得非常好。然后其实他们还涉及到一个罪名，就是涉及到这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罪，还有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这个印章罪。但是因为这条罪名其实通常就是他们去行使诈骗或者是集资诈骗的一个手段，就视为是牵连犯，然后两个罪行会从一重罪来处罚。那我们其实可以就是通过收集整理我们之前查到的一些相关的证据材料，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要求内地的相关公安机构去进行一个刑事立案的调查。但是呢，因为这个刑事诉讼它确实耗时相对来说比较长，我们也是建议委托人可以同时考虑，就是通过一些民事诉讼或者是一些保全措施，以及向相关部门或者平台去举报，来快速的阻止假冒公司它利用委托人的信息来进行诈骗的这种行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这个民事的争议。民事的争议也是涉及到一个是商标侵权，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保全措施。商标侵权的话，其实我们内地的商标它是有一个管辖范围的，就如果我们的商标没有在内地进行注册的话，其实是比较难，就是在内地去获得一个商标权利的保障。但是它有一条规定呢，就是关于这个驰名商标的保护，就我们要证明我们的商标确实是一个驰名的商标。那如果能够证明的话，我们就能够在内地的这个商标侵权里面去主张我们的权益。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保全措施，我们在民事诉讼里面多数还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我们考虑到这个诈骗行为还有假冒公司的不法行为一直在持续进行，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尽快的去阻止他们的这个目前的侵权行为，然后去保障我们现在的权益就暂时可以不用再受侵犯了。接下来是关于香港法律的一些适用问题，可以请一下吗？可不可以先讲一讲你们现在对公司的调查是什么？比如说你现在说他还在持续的假冒我们的信息进行诈骗，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你可不可以讲一讲现在假冒公司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他在哪里注册的？比如说，其实这个假冒公司他们压根都不是一个正式的注册的公司，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些个人团体，他们去冒用这种公司的名称去进行了一些非法集资的行为。他们只有一个号的，它的 IP 地址是在内地河南。他们在这个号上面就是发布了很多跟贵公司相关的一些信息，所以他们是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宣传和诈骗。他们另外还有2个网站，那2个网站点开之后，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第6页。第6页里面是他们这个网站打开之后的一个界面，就是受害人可以去注册成为他们的这个网站的一个会员，所以我们是可以去投诉，但是网站的话就做不了什么，就要直接去做一些诉讼。对网站的话，我们其实有就是通过那个WHOIS 系统查询到他那个网站的持有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查到他背后的这个真正的身份，但是我们可以查到他的域名服务的提供商，包括他的这个名称，还有一些邮件，
其实可以通过联系这个域名服务提供商去问询他背后这个真正的申请人是谁，然后去问他相关的这个身份信息。那所以，如果你说我们要做民事诉讼的话，我们去告谁呢？首先是可以先去问他们背后的持有人到底是谁，以及这个域名的服务提供商先询问一下他们的身份。那我们在这样之后呢，就会获得这个持有人真正的身份，我们也就可以在后续的这个诉讼里面去用他这个真正的身份去提起诉讼。那所以，如果我们要用最快的方法把这个网站拉下来的话，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是最快的方法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可以向就是内地的一些市场监督管理局去进行举报，监督的这个机构去尽快采取措施，把这2个网站下架掉，或者是封锁掉。OK。洛鑫和那个客户之间的对答呀、问题呀，都是没有任何的含糊，解答的非常清晰。不错不错。请继续。好的，然后接下来是关于香港法律的一些适用的问题。好紧张。以事情发生地点问刑事管辖权的话，以目前与朱女士，这也不会影响一个受害者的人小朱女士的良好共鸣，能够确认假冒公司有居住在香港。有点紧张了。那我先从刑事那方面的角度来说一下，主要呢，我们是会参考到这个盗窃罪条例的第16条规定。那假冒公司通过欺骗的手段，诱导公众还有很多投资者去购买他的服务，然后根据这些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直接受害者通常是只因诈骗行为有金钱上的损失的人，所以我们委托人公司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那个损失人，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些实际上的一些金钱的损失。但是其实你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好公民可以去报案的，对，然后警方也可以基于这个公共利益展开一个调查，并且决定是否应该起诉这个诉讼。启乔今天有点紧张，因为普通话他还是不够熟练。还是语言会束缚他。然后呢，我说一下民事那边的争议。根据香港的相关法条规定，假冒公司涉及到了侵犯委托人在香港的商标的权益。由于对受害人的诈骗行为分为内地和香港部分，依据我们现在的559章呢，我们的如果提起诉讼的话，只包含对香港投资者的一些欺骗行为。但是实际上他们全部都是在内地运作的，那我在香港去告他们有用吗？他们其实也在香港有运作的，因为我们昨天跟朱女士访谈的时候呢，她有一些朋友也是近2天开始不能从这个软件上提现一些分红，所以在香港也是有受害者的。是他们提现我。但是需要是香港的受害者去告他们，还是不需要的？我们公司去都可以的。就是它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在内地去实行的话是肯定会更有效的，因为它的所有的实施行为，还有最后的很多受害者都在内地。因为在香港提起诉讼的一个好处在于，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在进行，那么这个其实在声誉上面来说的话，对公司可以是个考量因素。当然，贵公司可以在综合考虑我们后面提出的各种措施之后，去决定要不要提起这个诉讼。只是说我们把这个还是要列出来供你们去参考一下。然后如果考虑到两边的商标的话呢，其实如果他们添加的装饰不会改变我们商标的那个性质的话，其实他们会造成一个对公众的一个混淆，所以也是我们可以用这个途径来告他们侵犯了我们的商标。然后总结与建议的话呢，委托人可以考虑在香港针对假冒公司的诈骗行为进行报案。你是说我们委托人就是我们呢？可以考虑在香港针对他，但是
他没有骗我们哎。但是他们也侵犯了你们的商标，还有你们的商品。我们报案的话是报案他的诈骗行为还是侵权啊？他其实说的是清楚的。应该是作为一个间接受害人去报警，对，所以就是在这里面，如果说有一些间接的名誉受损，在市场上的声誉遭受了一些损失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报警，让警方去参与调查的，而不是以一个直接受害人的身份直接去提起诉讼。最后那一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让投资人意识到委托人商标被冒用的事实。那这个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我没有做任何的 PR 的话，我怎么让投资人意识到这一点？您是说从法律的方面来讲，就是我报案，我报案以后，我可不可以跟媒体讲我报案了？对，这个正好就是我们下一个部分。OK， 漂亮。对，就是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可采取的一些措施。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法律措施了，它主要就是包括了在内地还有在香港提起这个诉讼的方法。在内地的话，提起这个诉讼其实是会比较快、比较有效的去阻止他的这个犯罪行为，然后在香港提起来的话，其实会比较麻烦，因为他们要协同内地，还是需要跟内地的机构去进行沟通。然后民事诉讼方面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考虑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提起，但是在内地提起肯定是会更加有效的。一个是可以通过这个不正当竞争提起，也可以通过这个驰名商标的侵权提起。然后在提起诉讼之前，我们可以先申请这个保全的措施。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诉讼虽然可能过程比较长，但我们在诉讼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法院的这样的一个保全的命令，假冒公司的相关人员就已经不可以对我们进行这些侵权的行为了。然后是关于您刚刚提到这个媒体的事情，其实是在我们这个非法律措施里面有提到的，一个是平台投诉，就是关于这个的事情，因为我们上面其实是有专门的那个投诉渠道的。其实我昨天还帮公司去投诉了一遍那个相关的假冒公司，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去通过提交。我觉得他这个可采取的措施提的是非常的清楚、简单、清楚明了的给出这个法律建议。然后我们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针对贵公司侵权的这个的一个长远的进一步的建议，一个是加强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那如果我们想真的就是预防以后的这种内地的商标侵权行为，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考虑就是在内地再去做一次这个商标的申请。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公司的一些监控机制，公司可以对这个员工定期的进行一些培训，或者是让专门的人去定期的对这种市场上面可能的侵权行为进行一个排查。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媒体，那其实市场上面还有很多主流的媒体和一些平台，那如果公司能够在这些媒体有自己的官方账号，或者是有自己的这个合作的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用户的话，那就可以让他们在这些主流媒体上面去发布我们的相关的这种公告或者是信息，跟上课似的吧？你是说教科书的一个建议，对不对？整个就是讲座。好的，然后这部分就是我们对于贵公司的一个建议，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汇报的内容。看一下您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都没有了，很好，谢谢，谢谢。洛鑫也太突出了。洛鑫要是也拿20 KPI， 好嘿。别想，别难为自己。那你们两位可以先回工位。好。中文好难，对不起，但是你做很好，我被自己无奈到了。中文好难啊！那中国人去英国也会说英文好难啊。但是我是中国人呀。但是你主要在英国长大呀。我上次也是这样，以前委托人就会临场翻译不了。不管了，反正做完了，我真的需要休息了。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帮到他们，希望他们觉得有帮助吗？我看他们的 PPT 做的超精细的，如果看到他们那又是图片又是非常的精细。没关系，我们内容好就行。嚯，这个 PPT 有多好啊！他怎么都夸他呀？对 PPT 真的会比较清楚。准备好的话，你们可以先介绍自己。好的。
好的，您好，首先给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罗一涵，这位是我的同事，叫王文翰。对。然后我们今天呢是就之前我们贵公司来咨询我们的这个海投的一个跨境金融案，然后来给咱们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法律意见的分析。好，那我首先来说一下这个事实梳理部分，然后接下来会由我的同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香港法下跟内地法下我们具体关于本案的一个解决措施。首先，在这个事实梳理这边，我们要看到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其实就是目前内地存在一个这个海投公司，它通过使用以及习团这样的标识，然后在宣传页面展示投资及公司主席相关介绍、发言文章，然后从而误导投资者，投资者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他会认为说投资公司跟海投公司他们是一家公司，或者说存在一定的股权关系。根据我们前期的研究跟检索，我们认为其实它在很多内容跟运行模式上，它是照搬了我们这个投资公司的。首先，第一个是在首页板块，它就会去讲一些说它这个平台推荐的一些投资基金。其次呢，是在这个基金板块，它有介绍说它有怎么样的基金种类。这个加分不少，图文并茂的啊，这个好清楚，可视化是不是？然后在这个股权板块，它还会具体告诉你投资者你所持有的这个基金，你具体的买入卖出。第二组先去做一个事实的介绍，客户其实是并不清楚这些投资者到底什么情况啊，内地这边是怎么运作的，他都并不清楚。频频点头。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香港跟内地同时进行这样的协助，然后来帮助我们的公司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接下来就会由我的同事罗一涵具体去介绍一下，说我们在香港法下跟在内地法下具体的解决策略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公司也是一个非常的受害者的角色，因为我们在此之前完全不了解这个事情。在香港法下，我们觉得目前可以采取的一个行动措施，大概其实这个是按步骤来说的，就是首先我们觉得应该及时报警，然后其次呢，我们可以去帮您这边向那个法院申请一个临时的禁止令。然后最后呢，您也可以考虑提出一个商标权的侵权的诉讼。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查询到的之前我们公司有的注册商标，它的一个样式上字体的这个，甚至是像这个大写的，它就非常的相似。然后包括它的字的颜色呀什么，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可以向法院提出它的一个商标权侵权的一个基础，但是可能现在并不是我们的注册商标。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去控告一个假冒侵权。其实您可以理解，就是假冒侵权，它针对的是一个非注册商标，然后刚才我说的那个针对的是一个注册商标。其实可以看到，如果走诉讼的话，商标诉讼也好，还是假冒侵权也好，其实我们的证明责任现在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当你提交给法院去来说明它给我造成什么损失的话，你就要有一个证据。主要是声誉吧，所以如果我们在声誉这方面去讲的话，假设我们真的是去做这个诉讼，而这个嫌疑人是内地的人或是公司的话，那香港警方可以把他们抓过来吗？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这边一个整体的建议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在这个方面去依靠内地的律师先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的思路是，我们会向您分析我们内地的路径是怎么去走，我们香港这边怎么去走，可能这两条线是要同时去进行的，因为它毕竟它实际的这个侵害的这个海投公司它是在内地，我们作为一家香港的公司，我们在香港去提起一些行为，很有可能不能像您说的直接把它抓到香港来，那其实就需要我们内地的同事再去做一个配合。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第三部分放了很大的篇幅。然后，如果您有什么就是听起来很困难，或者是随时打断我就可以。在内地法下的话，它可能有民事责任，也可能有行政责任，它也可能有刑事责任。那这里面每个下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存在交叉的地方。首先，民事的话，它首先肯定是一种欺诈。第一个就是
它可能会存在一个合同欺诈。它不管是从它欺骗的一个内容上来看，还是说它欺骗的一个程度造成了很多投资者的一个上当受骗，还是说它的一个欺骗的结果，其实符合我们内地的一个关于审理这种金融犯罪案件的一个指示，它用民事来规制是不够的，就是我们要去考虑刑法，甚至还有行政法方面的。第二个、第三个是我们觉得公司会比较关注一些的，因为就是它可能会构成对就是我们的主席本身以及对公司的一个双重的一个名誉权的侵犯，然后就是肖像权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就在他的上使用了这样的一个肖像，所以这个如果在内地我们去起诉的话，也是可以打下来的。所以你们觉得这2个可以打下来的话，赔偿可以有多少呢？这怎么赔啊？这个赔偿的话，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就是它虽然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标准，但是它也会有基本的，比如说你赔偿，你要首先证明自己的一个有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损失，或者说更多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救济途径，像赔礼道歉呀。所以如果没有经济上的损失的话，那就可能什么金额的赔偿都拿不到，只有一个道歉。这个也不一定，因为我们所谓的损失不单单可能是对公司的经济损失，有一些损失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用经济去衡量的，但是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会去大概去估量。因为比如说对我们公司的商誉造成的损失，那我们其实觉得我们更妥当的措施，其实就是我同事接下来要讲的，通过行政上的或者刑事上的手段去消除这样的不利影响，恢复公司原本的这种良好信誉。因为我相信，其实公司方也不是说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侵权行为当中，我们要获得多少钱的赔偿，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要打下一个良好的一个商誉。万一我们以后进军到内地了，那其实内地的投资者他还是会基于我们的商誉去跟我们去做一些投资行为。那我们觉得这样可能对公司的长远利益来看也是比较大的。OK 好。刘律陶醉在了孩子们的优秀里。更多的关注点在他的刑事责任方面。那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是一个集资诈骗还是一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集资诈骗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有一个非法占有目的。那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本案的这个情况，它还是比较明显的，是有这些情况的。比如说，它不是用于一个生产经营活动，因为你都找不到他公司的实体，它就是要卷款逃了嘛。所以我们会觉得，在这2个罪上来说，认定一个集资诈骗罪要比就是给他去之后往这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打可能更合适。然后这个肯定我们之后也会去跟内地的律师沟通这个意见。然后就是它会不会构成一个非法经营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个其实也是内地的杀猪盘案件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罪名。这个我们现在这种海投，它显然是一种不是法律许可的，这样它甚至都很难讲是一种市场经营行为。在这个集资诈骗，我们去提这个罪就可以涵盖到这个。然后这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呢，我们觉得是可以一提的，因为这很明显，在他的这个签到也好，分享赚钱也好，这种方式，然后去给投资者设置一个等级，又根据不同的等级去再提升他的这种激励的这种等级，所以它还是蛮明显的一个有点像树状，就是往外扩散的有层级的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但是这个可能是从这个投资的受害者的角度出发，那你是想我们公司带他们去报案？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接触到足够多的投资者，尤其是那种受骗可能很大金额，然后很急于想追讨的这个投资者。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投资者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就是这些投资者，然后就可以提起这个诉讼了，所以不需要我们这边再去。而且我们这边如果提诉的话，程序非常的复杂。我补充一下吧。那像这些罪名，不论是我们作为公司去提，还是这些已经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去提，其实根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要让这些就是违法犯罪组织，他们要为他们做的这些错事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像您刚才说到的，我们公司可不可以去提？当然可以去提，因为我们这里我刚才同事跟您讲到的，不论是集资诈骗罪，还是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它在我们内地都是属于公诉类案件。换句话来说，只要有人向公安机关举报了这样的情况，公安机关负有一个义务去调查、去取证。它并不是说我公司需要持续的去推进这个流程，内地会有检察院专门去推进这样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公司最主要是去做的是收集这些相关的投资者的信息。
到了他熟悉的领域了。内地法就是他的舞台呀，bling bling。第4个，我觉得其实可能会是公司会比较关注一点的，就是内地呢是有这样一个假冒注册商标罪的。首先主体上是这个就简说它是符合这个罪的一个主体要求的。那么主观方面的话呢，像它的网页宣传内容，像完全的 copy paste 呀，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主观的故意。那么客体上的话，它没有经过我们的许可，然后假冒就使用了。假冒注册商标罪这个罪名是抓到了，给了我们客户一个被害人的身份，因为被害人的身份和普通公民举报的身份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王文翰和罗一涵他们2个人的配合是非常好的，在回答客户问题的时候，王文翰可以很快消除掉客户的疑虑。然后第4部分的话，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简单的初步的一个想法，然后我的同事来说一下。好的。那这里我们其实去解决这个案件会涉及到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司法管辖权的问题，第二个是内地跟香港的这个司法机关怎么样去互助的一个机制问题。那首先在司法管辖权这里，其实根据我们内地的这个刑事诉讼法以及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这个规定，它在内地跟香港它都是拥有独立的司法管辖权的。而我们这个案件其实是一个跨境的犯罪案件，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是需要通过司法协助的方式去解决这个调查取证跟司法协助的问题。通过这些已经有的这些协议安排，在内地跟香港之间其实已经建立了很多司法互助的一些机制。这样的互助机制能够帮助我们2地的这个司法工作人员，他进行一个信息的交换，以及进行一个证据的收集，其实也是能帮助您尽快的去解决您这个问题。但是在以上的这个基础上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您尽快的先向内地的这个警方去进行一个报案。这个原因可能是由于以下3点。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内地的犯罪团伙，从这个证据跟调查的便利性的角度，我们都觉得说先由向内地的警方去报案，那内地的警方他在确定了说确实存在这样的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他也会有权去调取这样的犯罪团伙的银行记录呀，或者说电信记录这样一些证据。第3个部分是就是它其实在内地它也会有一些刑事的处罚措施。在最后的时候，因为基于我跟我同事我们前期的一些工作成果，我们也是想从这个公司合规的角度给到您方一些建议。那就本次事件而言，我们其实觉得还有2个方面是公司可以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去考虑的。首先，第一个方面是可以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这个法律顾问当然包括我们大律师，可能也包括公司的就是常法顾问。与此同时，在遇到这样的应急事件的时候，也能够给您提供专业的法律援助。然后最后一个小的建议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公司在未来能够跟内地的这个执法机关，包括跟国际的一些执法机关建立并且保持这样的联系，然后在真正出现事故的时候，不会说，那我发现我可能没有可以依凭的力量，这也是我们觉得说公司可以做到的一个地方。对，然后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整个法律汇报的全部内容。这也很棒。但洛心组也很不错，也挺强的。你们俩就是棋逢对手。然后，如果您方对我们的汇报或者说我们的法律意见书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您跟我们的同事进行一个沟通。还有线上刘律师。对啊，还有刘律师。很好，谢谢。OK， 那你们可以先回工位。好嘞，好。我觉得客户跟他们的对话氛围就比较轻松一点。不过他那个 PPT 又加了一点分，无形的加了一点。对，主要是在这个事实的陈述的环节，会帮助他们很好的去理解。不错不错，哎，终于完成了。天哪，这个我真的是，我觉得我要死了。完了，我也要死了。说完了，你怎么了？我要去了。你要去了？你们结束了？结束了。感觉怎么样？天哪，真的太累了，这个。感觉怎么样？我看你们的 PPT 觉得好专业啊。是吗？因为我们是 service。天哪，感觉怎么样？哦，我的妈呀！你这是昨天晚上基本没打，睡了3个小时。天哪，紫薇，他们好恐怖啊！我们真的是同期实习生吗？你让我对自己产生了一种震惊。加油，哥！加油！但你也写了2万字嘛？但遗憾那个真的像写了本书似的。他们报告很长。对，非常详细。
刘律觉得他们的表现怎样？刘律怎么玩出那新闻主播那范儿了？有新闻主播，新闻女王。我更喜欢第二组哎。哦 ，OK， 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二组顶层逻辑是很好的。我先去做一个事实的介绍，然后第二块呢就进行了法律分析。在法律分析上，我觉得第二组也更为全面一些。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提出解决方案。第一组可能在 PPT 也好，或者是书面文件也好，没有展示的非常全，但第二组就非常明确的做一个主线，贯穿他们的 PPT 和书面文件的始终。所以从几个环节来说，我觉得第二组整体的表现都更优。其实点都有了，两组都差不多，都提出很重要的，差不多对。OK， 其实对于香港法律那方面的分析，我就觉得两组的分析其实差不多，有可能还是罗一涵他们一组是稍微好一点吧。这方面呢，我就觉得第二组方面呢，他们对海投有很清晰的分析，这个我同意。但是呢，我就觉得他们的报告比较太学术性一点，我就觉得第一组呢比较清晰一点。洛鑫那边呢是有谈到那个保船方面的措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第二组是完全没有提这一点，所以我就觉得是洛鑫比较好的。我留意到罗一涵和王文翰同学这一组呢，他们其实是花了很多的页数呢来讨论这个临时禁制令。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临时禁令它是针对是一个什么人，一个什么群体，然后临时禁令的这个送费有没有客户有没有考虑，有没有这个开支，然后他怎么去执行，包括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就如果他只是禁止，他希望人家撤销这个网站啊、连接啊这些东西，其实他简单的去投诉就可以做到了，不适合去做这么一个临时禁制令的。刚才关大律师也有说，就关于这个保全措施这一方面，其实他是没有提到。更关键的就是这个保全措施，它这些可能是不能耽误太多时间之内要做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跟客户讲出来一个其中的一个选项。如果客户选择不去做，那是客户的决定，但他必须得把这个选项跟客户提出。所以，如果我个人来看的话，我是比较偏向第一组同学的这个报告。哦，那2对2了，那怎么办？刘律，您可不可以就是解释一下那个保全那方面的内地法？它其实是个行为保全嘛，还是个财产保全，对吧？先得看。第二个呢，他想说的是一个诉前保全，诉中好做，诉前难做，而且这个资金盘啊，它其实很难查，具有相当的隐蔽性，所以保全这个东西，如果从一个学术探讨上来说是可以提出来的，但最后落到实处就是用提资诈骗去报案，这个案子解决是最一针见血的。所以第二组非常非常集中强调在我刑事报案，并且做了很多罪名的论述，所以我觉得他们抓重点抓得非常好，这是我非常倾向第二组的原因。我还是比较偏向第一组同学。卜律跟刘律要是打一场的话，太好看了。包括他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平台投诉，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实际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对，同意。对，我们其实就是看他法律分析的一个深度嘛。罗一涵那组呢展开的更为详细，所以能看出来他无论是法律方面还是案例方面的分析啊，可能就是你们看是说他的学理性比较重，但这恰恰是我看中的。他们开始辩论了。开打了。咱们应该最终猜是他俩谁赢。我觉得是要分析，但是就是一些明显就是不会用的这些，我觉得分析出来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个人就是觉得第一组同学的委托人在内地申请商标，然后商标的申请被驳回了，然后他还特意在最后的结论里面带了一句，就是说我们建议就是还是要去继续的去申请。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现实、非常实际的一个给客户的建议。另外呢，
就搜查这个假公司这个荷兰的个人账号，这只是第一组才查到的。这方面呢，对他们之后的行动，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关键的影响。如果说细节啊，你如果说细节，两组一定是各有优越的，因为两组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会看宏观，我会看顶层逻辑，谁我觉得是更有架构的。实际性比较重要，就是是不是有实质上的给客户的一个建议。我觉得两边的同学就是最后的结论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报案。但是一组同学非常明了的把几个方案拿出来，尤其我是觉得在跟客户的问答中表现的是非常的清晰，客户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清楚、很全面的答案，而且没有任何的犹豫。哇！对，马东老师呢？快来开杠啊！开杠，到你了。这个时候真的应该让客户投一票，我觉得。关律跟卜律都站在第一组这一边，然后沈大律跟刘律师，这个陷入僵局啊。这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还没有开始啊？不知道。他们在讨论啊，讨论到现在呢。OK， 让我来做个结论吧。其实肯定，如果我们投票的话，就是2-2。对。如果今天是2-2的话，那就要看之前的表现。那不然就问问客户的意见吧。也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哎，我是赞同问客户意见的，先问问吧。是 OK 的，因为他本身也是要说服客户。OK， 就这样了。OK， 谢谢刘律。谢谢刘律，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好的，谢谢大家。好，同学们，今天的考核已经全部都结束了，大家准备查收邮件。好的。出结果了。我觉得他会选罗一涵那种。哦，你说客户选谁是吧？对，客户。你收到了？没有啊。哦，罗一涵。必须的。文翰可以了，厉害！刚刚客户回我的信息了，他也是觉得第2组比较好。客户说他们的 presentation 是比较好，然后那个 PPT 也做得非常好。就是他们加了诉讼可视化。诉讼可视化。他也觉得第2组是比较详细，对于整个案件的分析是比较多一点。OK， 那就是这样决定了。祝贺可儿。哦，对，可儿就我们成功了。那我们猜对了。哟吼！哇哦！你的眼泪不能白流啊！星星点灯。我终于和文翰都有
又加了 KPI， 追上来啦，很好啊。我觉得陈可儿说的其实也令人蛮感动，蛮真诚的。然后陈仲宇同学，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陈仲宇其实他也有去掌控大家的情绪，就是虽然有的时候他们问完问题完全没有给就是当事人回答的机会时间，但是他是了解他们的需求的。不要着急。闻一下这个橙花的香薰，然后调节一下心情。就是其实我们完全理解，就是大姐所说的这个珠宝配饰，它其实都是在半山公寓里的。可能你出国留学过很多年之后，你觉得父母或者说兄弟姐妹对你就没有那么了解了，然后你觉得其实你回来以后你很想靠近他们，但是真的非常陌生。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可能二姐心里是。总的来讲，两个人都做得非常不错。OK， 那我们就已经知道结果了。恭喜哥！谢谢。而且终于跟你的搭配超级好，你俩搭出了1+1大于2的效果。第一个突破100分，啊，洛心他眼里也还是有点落寞。恭喜陈可儿同学 KPI 突破100。哇！厉害！点灯喽！太棒了！好，现在呢有2件事要宣布一下。第一件事呢，就是因为陈可儿突破了100，所以呢她触发了这个特别的奖励机制。这个到底是什么呢？你完成实习之后就会知道了。要完成实习之后，现在还不能公布的吗？不可以。哦，这么惊喜啊！但确实它会影响后面的心态啊，也是吧？就因为他不用再努力了嘛，我等 offer 了啊。可是可以让的时候，他会把分让给周边的。第2件事儿呢，就是因为有一些急事儿是我需要处理一下的，所以呢，可能就要提前离开。具体什么时候会回来呢，还不确定，所以我可能就不能陪伴到大家，一直到你们实习完成为止。为什么？怎么这么突然？那不会工作原因吧？也没办法，可能。哦，工作原因。别走啊！对，所以要跟大家交代一下。但是我相信关大律师和沈大律师都可以很好的带领你们完成你们的实习，也可以教到你们需要的知识。我自己呢，我非常的幸运可以认识大家。我觉得每一位同学都非常的努力，也非常的有天分，也都希望每一位同学发挥出来自己所有的潜力，争取拿到 offer。好，谢谢你们。Teacher 洛心跟 Marco 他们可以进我的组，所以你放心。为什么这么悲伤？天哪！哎呀，这太失落了。Marco， 可能他觉得自己连累了那个洛心了，因为语言的问题。夫人，对不起，没事，没关系。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师傅？那可以一起吗？哦，可以，那走吧。哎，好。哎呦 ，Marco 连续2次，其实用中文、用普通话聊完之后，他都是，哎呀，很失落的。对。没事。你可以一起进来吗？可以呀，你们。
坐。不如 Marco 先拆吧，我准备了2封信给你们2个。谢谢。啊，好感人，这种特意给他的。好，我读出来。在高压的环境下，你作为最小的实习生，却永远保持着笑容和自信，因自己的古灵精怪和细心体贴，温暖着身边的人，正面的影响着哥哥姐姐们。希望你在师傅不在的日子里，发挥所有潜力，保持乐观。奋发图强，快速赶超。谢谢师傅。不谢。不要读出来吗？你愿意的话可以读。那我只想自己看。哎，读出来吗？我们也想看呀。也可以。谢谢师傅。不谢。都很自豪、很骄傲作为你们的师傅。我觉得你们2个都非常的优秀。虽然没有拿到这一次课题的 KPI， 但是我觉得做出的成果是令人满意的，所以不应该因为就是没有得到这个 KPI 所气馁。你们应该是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的。卜律这么坚定的捍卫他们，是因为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捍卫他们了。对。别往回倒，越倒又要哭了。我突然理解为什么那么拼尽全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他知道我马上我的翅膀就遮不到他们，我只能守护你到这儿了。对，后来你们俩就要自己去拼了。我是拖后腿了。不要这样讲，就是你可能表达上是没有跟到那么好，但是我相信你也是倾注了自己很多的心血去一起共同完成这个一件书。你给人的感觉是你是开心果，你可以去讲笑话，然后逗人家去笑，然后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其实我觉得内心你对自己还是非常有要求的。你有自己的目标，然后你也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你表现出来的有一些不在乎，其实你是在乎的。戳心窝子了。你看，你又表现出来不在乎。对，但我觉得多一点自信。你可以的，没问题。但是就是，可能你要跟洛欣学习一下他的沉稳，然后洛欣可能要学习一下 Marco 的这种开朗。洛欣也好失落，他刚才在外面就一直控制着，没有让他流露出来。所以你们互相学习，互相进步，一定没问题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我的名字叫 Annie 吴亚楠，那我是一名在香港执业的大律师，欢迎大家正式成为香港大律师事务所的暑期实习生。从今天开始，我就成为你们2个的师傅了。我很荣幸，好开心。你的主人，他拿到了，他拿到了好样的。哪本书 ？Starting point 就已经见分晓 ，ISE 不是盖的。你就吃这个吗？太可苦了，你们也分一下吧。谢谢。补充一下能量呀，谢谢。好，谢谢。我想吃你那个，看我的。OK， 好不好吃？好好吃。大家都是不同口味的。对，我们在分享中。谢谢。来过来，我的师傅。嗨，My name is Michelle。为什么我们说打官司？这就是一个 fight， 因为你太稳了，但是没有那个打，没有那个激情。如果你做不好这一点的话，就很难。我还是比较偏向第一组同学，包括他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平台投诉，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实际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为孩子们据理力争。他真像一个老鹰一样，最后一刻把翅膀牢牢地伸着，连风雨都打开。
我非常开心啊，就是有你们两个徒弟。我希望大家都继续努力。怎么又是告别的时刻啊？最后这是个有点悲伤的一个落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把掌声给到我们自己，以及给到陈可儿。我们怎么那么棒啊？我们简直太棒了 ，super good！ 这是令人心动的 offer 的节目历史上第一份在实习途中就发放而出的 offer。虽然可儿在实习途中并不知道这一点，但不会等到这一集播了才知道吧？很有可能啊。太可怜了，我要打给他。可儿她最早的时候，我记得辩论赛那个环节啊，前2期她就已经是最佳辩手了。然后在那个上庭的诉讼的时候，她也是最佳的讼辩大律师。而且她当了队长之后，一度为大家操碎了心，对，崩溃落泪，对，他的责任感爆棚，然后到最后这一次，我觉得真的是气贯长虹，获得了所有我们还有在现场的每一个人的肯定。他感觉都是那种孙悟空出炉的那种感觉哈，就是越练我，然后越火眼金睛，就是那种感觉。对，所有的逆风局都逆风翻盘了。对。那么恭喜我们加油团推理成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益达职场自在时刻，点亮本季的第5个自在值。那还是辛苦我们柳岩老师吧。让我们倒计时，3、2、1。还差2个，要7盏灯，对不对？7盏我们会争取到一个额外的 offer。所以我们接下来3个至少要中2个，哇哦！那还压力挺大的。而今天我们就此时此刻这一期的最后，我们还要做出第2个选择。换句话说，有没有可能点亮下一盏自在值就在这一期的结尾？我觉得可以啊。所以各位，今天这个一定要亮，如果今天不亮，后面我们必须得100%胜率才行，一定要为最后这个 offer 来争取了。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刚才短片里的 VCR 里的内容好了，这是一个跨境诈骗案嘛。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看到有很多退休老人，其实被很多诈骗网站上的高额年利率所欺骗，看起来在进行投资，但最后往往是无论是本还是息都拿不回来。所以想问问在座各位，身边有没有这种被诈骗的案例？以前觉得那个诈骗案会离自己很远嘛，但是越来越多听到朋友说，甚至我妈也接到过一个，内容是这样的哦，我妈接到电话说。他说：“哎，你儿子在外面跟人家吵架，抢女朋友，结果现在在警察局，你来保释吧。”抢女朋友？哎，他说他是警察的，那他不可能信啊，他儿子怎么可能不是慌？他就其实一接是慌的，他就顺着对方的警察那个话一直讲下去。那你在哪？然后在警察局拿警察局，我妈还是回到那个，她知道我在哪，我当时其实不在香港。然后，但是他广东话跟我妈讲，他就说，你在警察局，那我妈说，那是不是应该是公安局啊？他说我妈很厉害哦，机智。因为我当时在成都，那如果抓，是不是此刻抓应该不在那个香港的警察局，应该在那个，所以他就开始有一点点，会不会是不是真的？敏锐，我妈也接过这种电话，而且那个说的特别严重。当时跟我妈说，你儿子现在在我手里。我妈说，我妈说那您受累啊。然后呢，年轻人里面也有，而且直接延伸到海外，就武大自己新闻院播音专业的一个女生，智商很高，成绩也很好，到英国去暑假参加一个夏令营，遇到电话诈骗。电话一接通，报出他的姓名，报出他的护照号，然后说你现在在英国吧，在南安普顿吧，你在哪里？你在一个什么地方？你涉及到非法移民，你现在这个出境是有问题的。你带了一张信用卡，这个信用卡就是在这个跨境洗钱的过程当中，你千万不能挂断。然后你旁边有其他同学，马上保持你自己的独立，把房门锁上，任何人此时此刻就是在吓他，他就信了。而且关键那就真的是他带出去的一张信用卡。然后他真的是，然后就马上就说你下一个 APP， 按我的操作来。第一步、第2步，输入你的卡号，输入什么，就已经在操作那儿，旁边疯狂敲门，都已经听不见了。就前后那个电话打了不到20分钟，一个大学生啊，一个经受过专门的这个学历教育，然后有理性思维。我相信会有一些他们有不同的套法，就是对于学历高的或者是不同人群可能有不同的说法，肯定有。
专门那种 NPC 话术表，因为现在的整个电诈呀、电信诈骗很多频发，非常频发。那想问问何律，有没有什么反诈技巧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准备了小道具。哦呦，还耍帅的，说好的，各位姑娘 ，Hey girl， 我也摆个 pose。哇，诈骗公式是。所以这些全是诈骗。你看，像陈明老师刚刚讲的，就是说你犯事儿了，对吧？就这个。对，然后呢，要你提供什么安全账户，然后隔断你跟其他人的联系。那这两个条件一旦满足的话，基本上就是诈骗你。因为他要控制你，然后通过你获取你更多的银行卡的信息啊，这样子在你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把你的那个银行卡里的钱都转完了。对。然后这个大家不知道碰到过没有？哦，我碰到过这个。他就莫名其妙说你航班取消了，是的，然后需要交一个保证金，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你要去官网自己去确认一下你这个航班真实的情况。这个很逼真啊，这种还蛮多的。然后这种就很古早，大家以前打游戏嘛，游戏装备哦，那得爱玩游戏的啊。是，就可能弹出来一个广告啊，或者怎么样，对吧？说送你游戏装备，你只要扫一下码，配合它干一下什么东西就可以了。但这个码其实不能乱扫，扫了会怎么样啊？它通过这样子获取了你手机的某个权限。哦，我跟你说怎么？第4个杀猪盘。哦，网上有很多，常见，就是有些人他会用网上的一些就是帅哥美女的照片，然后他就是当头像了之后，再去通过一些交友软件，然后认识了一些人，获取信任，就跟你聊天，每天聊，然后最后发现对面其实是一个就性别可能完全都对不上的人，还是正规途径相亲交友吧？对。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招聘广告，然后通知你说面试录取了，但是需要你交，比如说保证金、培训费或手续费。要上岗先培训。对，危险无处不在啊！有一个东西叫做小额度免密，就是免密支付。对，这个东西非常的害人，就是因为我爸呀。有时候他老看那直播呀，然后呢，他夜里有时候看他本来就看不清楚，就说，然后有时候一戴眼镜就这么一拿，那东西就已经付完钱了。好啊，那你要给他设置好啊。我就是，但是我爸不是我爸，我朋友的爸爸。然后呢，不能在那边说，我这朋友的爸爸经常每天收到他根本不知道自个儿买了什么的东西的那些东西。往好的角度想，户口有钱才该转过去啊。哇，你会不会太乐观？所以我发现，其实绝大部分一开始都会有一个免费的小诱惑，对吧？那肯定的，是的，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所以就把握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吧，就如果看到这个世界上任何免费的东西，一定要小心，就谨慎就好了。对，因为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叫登门槛效应嘛。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你一点点小的要求，马上接受你接下来剩余要求的概率是大大增加。是的，所以有可能你一个小免费接受了，然后一步一步就滑入一个陷阱。所以就记住这个原则就好了，看到免费就紧张起来。任何情况下让你打钱，第一时间 say no，然后第一时间跟警方联系。对，OK，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课题7到底会涉及到哪个方向，然后实习生又该如何选课题，如何组队，来一起来看。好，